刚才看了2个比较特殊的病人吧，其中一个是胎儿脑积水，是家属咨询的。在怀孕30周的时候就发现侧脑室宽，然后呢排队做核磁，胎儿脑核磁，那么测出来最后确实是宽，他的那个侧脑室是1.5厘米了，就够得上诊断了，就是胎儿脑积水的诊断。那么他在整个孕早中期都是正常的啊，所有的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在30周例行做这个小排畸超声的时候发现侧脑室宽，然后呢间隔了1个星期，就从1.1、1.2的样子长到1.5，这个1.5厘米这个侧脑室宽，所以说最后就诊断脑积水了。那么诊断脑积水以后，他现在已经31周多了，然后就做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到底是继续往下走，继续妊娠，还是说终止妊娠？所以他就到处咨询。首先，产科医生肯定是要做产前诊断嘛，那么产前诊断就要做穿刺，就要查相关一系列的基因染色体问题。他自己觉得时间来不及了，就没有做。还有呢，就是他，就是假设啊，说有感染，有这个基因的问题，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咨询，神经科。那么咨询了好几家医院，那么神经科大夫的说法呢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总之大体的意思是说，可以继续妊娠，但是呢不能保证完全健康啊。肯定还是有异常的概率，可能是10%到30%甚至50%，就是这么一个结局，这么一个结果。但是这个夫妻俩就开始焦虑，到底怎么办？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呢，确实是，还是要产科医生、神经科医生，还有这个孕妇夫妻俩，要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啊。那么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，就是说究竟何处去，到底是继续妊娠还是终止妊娠？无论怎么样，都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是一个结论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纠结的很厉害，他就是不能够承担异常的后果。如果不能承担异常的后果，肯定是不能往下走的，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没有问题。所以这种这个有关这个预后的一个预判，还有这个对这个结果的承受，这个是我们孕妇的家庭要承担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已经发现有脑积水了，那肯定未来就是会有一定的症状，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影响，这个是要必须考虑清楚的。但是有没有概率说就恢复了就好了？有啊，但是这个概率能不能落到你的头上啊？这个东西是不能保证的。所以说，对于这样的这么一个结局，必须得是夫妻俩双方要有一个共识，另外要跟这个产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要达成共识，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局。否则的话，很多人就是放弃了，那就是不往下走了。不往下走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你不能够承担那种异常的后果嘛，这也是值得尊重的。但是你不能说哪个都不能承担，让谁来帮你拿主意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里头，发生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、胎儿身上，所以说这个结局还是要考虑清楚，才能决定往何处去的问题。